大家好，这是 Accelize 基础教程的第2章第4节。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使用 Accelize 在已有 Excel 文档中创建数据透视表，来进行数据分析，并进行设置公式、自定义名称、添加形状、设置工作簿属性等操作。本节课将会通过一个商品销售额报表的例子，带大家学习 Accelize 中9个 API 的使用。最后将会创建一个包含3张数据透视表的工作簿。我们先来学习第一组的3个 API。先在课程目录下创建一个名为第2章第4节的目录，把预先准备好的带有元数据的工作簿放在目录下。元数据中包含了3类产品在4个区域每年第1季度的销售情况，销售额这一列是空的。打开 VS Code 编辑器，新建一个 main.go 文件，声明包名称，导入 Format 标准库和 Accelize 基础库，创建 main 函数，通过 Accelize 提供的 OpenFile 方法打开工作簿 data.xlsx， 检查并处理可能产生的错误，得到 F 对象，调用 F 对象上的 saveAs 函数，将工作簿另存为 book1.xlsx， 使用 close 方法关闭工作簿，运行 Go Mode Init 初始化模块，运行 Go Mode Tidy 安装包依赖，声明变量 SheetName 定义默认工作表名称。接着通过设置随机数公式的方式，为销售额这一列 E2 到 E73 单元格填充测试数据。在循环中使用 join_cell_name 进行单元格坐标组合，计算每个单元格的坐标，然后调用 setCellFormula 函数为单元格设置普通公式，使用 randBetween 公式函数生成测试数据，指定随机数区间为2000到6000，接收并检查可能产生的错误，保存代码并执行程序。打开生成的 Excel 文档，可以看到销售额这一列测试数据已经生成好了。接下来我们学习第2组的2个 API， 设置自定义名称和创建数据透视表。我们把 Sheet 1的 A1 到 E73 区域定义为一个自定义名称元数据，使用 setDefinedName 函数来创建自定义名称。Reference_to 用来指定引用区域， Scope 是自定义名称的作用范围，如果不指定该项，默认的范围是整个工作簿。保存代码并运行程序，然后打开文件可以看到自定义名称已经设置好了，然后使用 F 对象上的 addPivotTable 函数来创建数据透视表。这里通过 PivotTableOption 类型的参数来指定数据透视表中各项配置。DataRange 是数据源，这里我们使用刚刚创建的自定义名称，它也支持通过指定引用数据区域来指定数据源。PivotTableRange 是创建数据透视表的区域，我们在 Sheet 1的 G2 到 L43 区域来创建第一个数据透视表。Rows 用来指定行字段，使用 PivotTableField 来声明字段。Data 是字段名称， Default Subtotal 是默认求和小记方式，这里我们把年月放入行字段中。Filter 是筛选器字段，也是使用 PivotTableField 类型参数来指定，这里我们按区域进行筛选。Columns 是列字段，它的参数也是 PivotTableField 类型，这里我们把商品类型放在字段中。Data 字段是值字段，同样也是 PivotTableField 类型的参数。Data 指定字段为销售额， Name 设置字段名称为累计销售额， Subtotal 设置汇总方式为 Sum 求和。还可以设置一些其他的数据透视表选项，保存代码并执行程序。打开生成的文档，可以看到 Accelize 为我们创建了一张数据透视表。通过这张数据透视表，可以实现按区域以年为维度对各类商品销售额做汇总分析。如果想要按区域以月份为维度对各类商品销售额做汇总分析，我们再来创建一张数据透视表。复制刚才创建第1张数据透视表的代码，修改创建位置 PivotTableRange， 然后调整字段，
把区域放在行字段中，年份放在筛选字段中，月份和类型放在列字段中。在数据透视表参数中，还可以通过 Pivot Table Style Name 指定主题样式。这里我们设置为浅绿色，保存并执行程序。打开生成的工作簿，可以看到第二张数据透视表创建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创建一张按月份以区域为维度对各类商品销售额做汇总分析的数据透视表。复制刚才创建数据透视表的代码，修改创建位置为 G30 到 X36 区域，调整字段，将月份放入行字段，将区域和类型放入列字段中。再设置一下这张数据透视表使用浅黄色主题，然后保存代码，运行程序。打开生成的文档，可以看到第三张数据透视表已经创建好了，可以按年份进行筛选。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组的3个 API， 设置工作表视图属性，添加形状和设置工作簿属性。使用 setSheetViewOptions 函数设置工作表的视图属性。第一个参数是工作表名称，第二个参数是视图索引。用 Zoom Scale 改变 Sheet E 的默认缩放比例为 120%， 用 Top Left Cell 来设置打开工作表时左上角单元格的位置，保存并运行程序。打开后可以看到工作表默认放大到了 120%。接着我们使用 addShape 函数，在 Sheet 1的 N3 单元格插入一个矩形形状。第一个参数是工作表名称，第二个参数是单元格坐标，第三个参数是形状参数。在 JSON 格式的形状参数中，通过 Type 指定形状为矩形， Color 字段设置形状的边框和填充颜色， Paragraph 设置形状中的文字，其中 Text 为文本内容， Font 是文本样式。这里我们将文本样式设置为加粗斜体 Times New Roman 字体，36号，灰色，单下划线。设置矩形形状宽度为200，高度为70，边框线条宽度为 1.5， 保存并运行代码。然后再次打开生成的 Excel 文档，可以看到已经在指定位置添加了一个矩形形状，并且形状内文本样式也如我们所设置的那样。最后我们来学习如何使用 setDocProfs 函数设置工作簿的属性。setDocProfs 函数的参数为 DocProperties 类型， Categories 可以指定文档类别， Creator 指定文档的创建者，这里我们设置为 Excelize， Subject 为文档主题， Title 为文档标题，还可以设置一些其他的属性，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保存代码，然后运行程序。打开生成的工作簿，通过文件菜单下的属性查看工作簿属性，可以看到工作簿属性已经设置好了。好了，本节课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欢迎关注、点赞和评论。谢谢大家，我们下节课再见。